邻居一大早发现他趴在楼梯上，满身是酒气，以为是喝醉了。结果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他还没有起来，一摸身体凉了，呼吸也没有了，确认已经死亡，这才报案的。死者死前，他的肢体可能有过抽搐现象，额头上的这一块撞击致使了皮下出血。陈队，门窗完好无损，无撬压痕迹。是什么？应该是白酒，5公斤的塑料桶，剩余不到一半。看着看，他得了病了你！娘，你爸都死了，咱别得罪人了，咱谁也惹不起。大妈，您是死者的岳母啊？那是以前，现在我只是宋阳的姥姥。干嘛呢？把他腿放下。你最后见到你爸爸是几点？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昨天晚上，他打我，我就跑，他出来追我，可是他喝高了没追上，我听见他摔那儿了，我没管。那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你爸爸出事了呀？我怕他接着打我，就没敢回家。在同学家待到天亮。今天早上上学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爸死了。他经常喝酒是吗？喝。那昨天晚上他喝了多少酒？谁知道他喝多少啊？我爸的酒量谁都知道，半斤刚刚起步。哎，他为什么要打你呢？我考试不及格，卷子被他发现了，他经常打我。妈，宋阳，您现在可以领回去了。查明死因，我们就尽快通知你，节哀顺变。那以后宋阳是不是就归我管了？啊，您的孩子您不管是？您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是宋阳唯一的亲人了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孩子我养了。这个酒里边含有30%的甲醇。咱们平时喝的酒啊，主要成分是乙醇，也就是俗称的酒精。有些人为了图便宜，就用工业酒精来勾兑。这种勾兑出来的白酒，不但味儿差，更可怕的是工业酒精里含有甲醇。甲醇口服10毫升以上，那就是严重中毒，主要是伤害眼睛，能让人双目失明。那要是100毫升的话，就致命。那这个不仅是假酒，是毒酒啊！我知道了，宋队。好，马上。摔伤并不致命，在死者的血液中检出了乙醇、甲醇、甲醛和甲酸，死者的尸表特征符合甲醇的中毒症状。死因确认报告要等2天以后才能出来。城东大港街发生了一起碎尸案，宋队让我马上过去。我们是在那个后边发现这个。是抛尸吧？没有发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物证，报尸的是一件橙色的工作服。宋队，怎么样？有目击证人吗？有个卖报纸老头，他说好像是看到一辆奥拓车，昨天晚上就停在这儿，但是车牌号他没记清楚。到底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？
什么叫好像看见了？他说是好像。再去问问。宋队，碎尸初步判断是一个人，女性，身材不高，死亡时间并不长，是在12个小时以内。目前知道的就这些了。目前最重要的是查清尸源。碎尸经过组合，已经基本上构成了一具完整的尸体，缺左脚和右侧大腿。死者面部被毁容，模样已经难以辨认了。在死者的阴道内发现了精液，已经送去查 DNA 了。根据死者骨龄和皮肤纹理检测，他是21岁，体重53公斤左右，身高1.54米至1.58米。根据胃内容物判断，死者在死前8个小时之内没有进食过。看一下死者的右手，提供给了我们一些信息，这是长期被水浸泡过的结果。估计死者死前做过类似于餐馆洗菜工一类的工作。指甲缝中的残留物已经送去痕检做化验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死者的脖子上有扼痕，尸检发现死者的喉骨断裂，属于机械性窒息死亡。那就是先掐死后分尸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查明死者的身份。其实，你可以让王小光试一下颅骨成像技术。你别以为这个案子没有搞头啊！根据现在的甲醇含量，宋大柱喝1顿就得死。桶是10斤装的，你们从现场拿回来的时候，桶里边还有4斤白酒。难道宋大柱一顿喝了6斤？这显然不可能，肯定是喝了很长时间。但为什么到现在才死？但你又凭什么肯定10斤桶里一定装10斤酒呢？半桶不可以吗？好，那姨子，你们找到酒的厂家，拿回来我化验。说了半天要查的不还是假酒？哎，陈队最新指示啊，让咱们从桶上找线索，找出这个酒是从哪儿来的。上哪儿查？我觉得宋阳那小子肯定知道。走吧。慢慢查吧。你肯定吗？我还替我爸买过一次呢，就是城西那间小酒厂，我爸每次都买1桶。那你最后一次买酒是什么时候？你们操那么多心干嘛呀？我爸就是喝死的，这谁都知道。宋阳，你最好告诉我们。反正挺长时间的了，我爸怕死，不敢喝了。他们凭什么查封我的酒厂啊？公安同志啊，他们工程局这么干可是不对的呀！哎，队长，您肯定知道吧？我这酒那绝对是好酒，在咱们这个地方也算是名牌了。他们总得把情况弄清楚了再查封我吧。跟您打个比方，这要是饭里边发现了毒药，那还不让农民种粮食了？您说这道理不是一样吗？对，可毕竟人命关天，我们必须对各批次的白酒进行严格的抽样化验，请理解。这你放心，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，把问题搞清楚。那就好。这又是什么疑难案件？你还真说对了，这真是一个疑难案件。山南县送来的一起典型的杀人强奸案，犯罪分子将一名7岁的幼女张某在村外的荒地上掐晕以后实施强奸并杀害，然后把她装入到这个编织袋当中，抛到了村外的树林里。山南警方访问了附近3个村庄将近4000名村民，最后圈定了一名嫌疑人，叫傅东坡。当办案人员赶到傅东坡家的时候，傅东坡刚刚离家出走，这就更加大了他的嫌疑。目前山南警方并没有找到傅东坡作案时间接直接的证据，他们的思路是，如果是能证明现场的这个编织袋是傅东坡他们家的，就很有可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。所以啊，就向咱们求救了。就是这个编织袋。对，我想能从中找到属于傅东坡家独有的痕迹，可是现在还没有。这还有一个补丁啊。山南县很穷的，当地村民拿这个都跟宝贝似的，就是破了他们都不舍得扔。看着这个补丁啊，我还觉得挺亲的。
小的时候，我跟我奶奶在农村住过几年，我奶奶针线活特别好，10里8乡都有名。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，我经常帮着她在太阳光底下认线。认线？认线就是把线穿到针鼻儿里。针鼻儿你知道吗？哦，针鼻儿我知道，就是那个针上那小孔。对对对。从这个补丁上看，缝补丁的人针线活特别好。哎，现在却成了裹藏罪恶的工具。丁姐，你说每个人的字迹不一样，那这种缝补丁的方式是不是也会有差别呢？你是说，每个人的针线活也应该有自己的特征？我就这么瞎想啊。喂，山南公安局吗？我找老马。这宋大柱是个散户，可也是我的老客户了，我们俩是无话不谈。他买酒那桶我都认得，那可真是个酒腻子呀！早晨起来就着油条，他能喝半斤。他最后一次从你那儿买酒是什么时候？记不大清了，应该有小2个月了吧，差不多，至少有2个月。那天还嘎嘎冷呢吗？你肯定吗？肯定。那次来啊，他还说呢，说以后啊不来我这买酒了。我问他为什么呀？他说医院给他下了通牒了，他肝不行了，再喝准喝死。我就问他，既然大夫不让你喝了，你还干什么了呀？他说离了酒啊，他活不了。大夫不让他喝呀，是不让他喝大酒，以后他每顿就喝1两。那次他在你那儿买了多少酒？满满的1桶，10斤。那你明知道他喝酒有危险，为什么你还要卖给他呢？嗨，这人呐，咱也得罪不起呀。你不卖他酒，他真跟我闹啊！打他老婆跟别人跑了以后，他就借酒浇愁，喝完酒打孩子。白天酒醒了跟我说不该拿孩子撒气。这宋大柱，喝了酒就不认得人，有一次把人家网吧给砸了。您知道为什么？这宋阳去网吧打游戏机，给不起人钱，让网吧给扣了。嚯，这宋大柱抽了根铁棍子就去了。嗨，你说他怎么偏偏就喝了我的酒就蹬了腿了？你说这，哎，这模样太一般了吧？这是颅骨成像技术模拟出来的死者头像。本市年龄相仿的女性，我根据身份证照片筛选了一遍，条件吻合的有4个，可是人家都活着。现在筛选的是什么？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调用了一下省厅的资料库，查查他们备案的小姐们有没有条件吻合的。不好玩，我看希望不大啊。尸体周围也没有发现能证明身份的东西，去哪找线索呀？现在颅骨成像不灵，那就真的没招了。这10有8九是个打工妹，带着梦想进城淘金，然后遇到了坏人。这种人平时跟家里边不会轻易联系，1年半载打个电话。现在出事儿了，家里边怎么可能知道报案呢？首先要知道他是谁，才能查清谁杀的他。小光，宋队，哎，宋队，我先过去一趟。好。甲醇不超标，全合格，酒是好酒。根据董经理的说法，宋大柱最后一次买了10斤白酒，他每次喝1两，已经喝了快2个月了，结果昨天才死。这也可以间接的说明酒厂的酒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还得马上通知工商局，让酒厂恢复生产。那甲醇是后放进去的。哎，这回你可抄上了啊！这可不是普通的假酒案，是复杂的投毒案。其实呢，我也早猜到那是投毒案，所以就不用你再说了。哦，那你说他为什么把甲醇放到酒精里？他是想让人以为宋大柱是喝假酒喝死的，这叫障眼法。
另外门没有被撬开的痕迹，说明是熟人作案。哦，那他就没有自杀的可能了吗？他可比谁都惜命。再说了，谁自杀会用这么复杂的招儿？那好，那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别给我添乱了，好吗？对了，甲醇哪儿有卖的？外边的化工商店都能买到。谢谢啊。打死你们！打死你们！我打死你两只下狗！我打死你们！打死！宋阳，你别欺负他们俩，老招他们干嘛呀？不让走了，你让我走！我打死你们！打死你们！我打死你们！都问了2遍了，怎么又来了？都第3遍了。你爸最近是不是天天喝酒？他呀，好几天没喝了。他能好几天不喝酒？骗你干嘛呀？我又没杀人嫌疑。他最近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？星期天，那天我拿烤肉卷子回来，怕他治了，就劝他喝。他要喝还挺高兴，说喝1两，结果干了3两。没想到几天以后，他还是把卷子翻出来了。得，到晚上就来了劲了。他现在一次是喝多少？1两啊！我爸怕死，不敢半天的喝了。最近都有谁到你们家？我白天在外边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你好好想想。这不逼我吗？我想想啊，赵卫离这时候刘晓庆，这都是我爸的偶像。我爸就是天天做梦，人家回来看他。不信问他们去，这都是我爸喝醉了告诉我的。酒后吐真言，还说咱家的东西，这个明星随便拿，不用先打招呼。你认真点啊！我再问你，都有谁有你们家钥匙？赵卫离这时候刘晓庆，我这不说了吗？这都是我爸喝醉了告诉我的，酒后吐真言。中毒死的，他不是喝死的。不是说肝有病吗？我们在酒里发现了甲醇。甲醇？那他是不是喝了假酒了？电视里播过，喝假酒会死的。这就是报应。我女儿离开他是迫不得已，他这个人没本事，还喝酒，是个女人都受不了他，作孽呀！你看这孩子，眨眼就要上初2了，可都快成盲流了。我这个当姥姥的，干着急，就是管不上。所以您就到法院去起诉，要宋阳的监护权。这我也是没招了呀，连法院都不站在我这方面说话。我早就跟宋大柱说过，让他把孩子给我，将来长大成人了，我一定还给他，还姓他的姓儿，将来给他养老。可是你说这个驴，他就是不答应，他还说他自己有钱，他有几个钱我能不知道吗？他骗谁呀？报应，就是报应。您经常过去看孩子吗？宋大柱根本就不让我去呀。宋大柱的死因是复合的。我解剖尸体的时候发现，死者的肝部肿大，酒精中毒和甲醇中毒的症状同时存在，但究竟哪个是他致死的原因，还要请专家来分析。能不能查出宋大柱到底是什么时间开始有甲醇中毒反应呢？是这样，甲醇进入人体之后，先转换成甲醛，再转换成甲酸，那要根据甲醛和甲酸的含量，我得试试。宋大柱中毒是10号夜里，如果宋阳说的属实，8号夜里宋大柱喝了3两白酒，没有中毒，那么说明8号为止酒是没有问题的。8号到10号宋大柱没有喝酒，那么投毒时间应该是8号到10号之间，就这些。可那宋阳整个野孩子呀，他的话可信吗？就算他满口胡言，也总会流露出2句真的。孩子嘛，先按照这个思路查下去。因为尸检报告提供的参考值也是宋大柱是死前12个小时中的毒，起码这一点宋阳没有说谎。林欢，
哎，陈队，宋大柱那边查的怎么样？宋大柱喝完酒以后喜欢惹是生非，也砸过网吧。派出所来材料说，半年以前宋大柱被拘留过一次，是因为参与了盗窃后分赃不均和同伙斗殴，伤了其中一个。小光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，玲姐？我把你上次提到的有关针脚的思路告诉了山南警方以后，他们又从嫌疑人家秘密搜查出了一个带补丁的编织袋。经过二者比较，他们发现补丁上针脚的弯曲程度、针距大小以及均匀程度这些细节方面，都具有非常明显相同的特征。是吗？办案人员又从其他人家找到了4个带补丁的编织袋，跟那2个混在了一起，让傅东坡的母亲来辨认。他母亲当时就指认出了自己缝不过的那个，案件由此取得了突破。后来他母亲就说出了傅东坡的去向，现在傅东坡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。哟，那太好了。小光，你把笔记的理论扩大到了侦迹，是对痕迹检验技术的一大贡献。我那不就是随便说说吗？山南警方可是要来给你请功，还要送锦旗呢。啊？愣着干嘛？啊？走啊！去哪儿啊？披萨。哦，披萨。我请你啊！我请你。你等我会儿。宋大柱砸过你网吧是吗？砸过，他孩子在这上网玩游戏没钱，我把人扣了，让他同学回去拿钱，他来了就砸我店。第二天找了俩修车的来，上这一块闹。我一推仨人都倒了，都喝高了。后来叫警察了？叫了，这事儿不叫警察叫谁呀？我也犯不着跟这无赖置气。警察说了半天，让他赔钱。赔了多少钱？15000，2台机子。他把钱给你了？没有，他不想赔呀，他跟我耍无赖，他说只能给1500。后来一打听，他是一修车的，根本就没钱。后来孩子他姥姥也来了，孩子姥姥是郊区一个养狗的，他姥姥跟我说了半天好话，一个劲儿求我，得看在老太太面上算了，收钱了事。那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宋大柱？没有，我招他干嘛？那身酒味儿，怎么了？出事儿了？让人给灭了？活该！不管全市有多少辆奥拓车，一定要一辆一辆的查。那你得给我多派几个人呀。找到凶手是谁了吗？没有。查出死者是谁了吗？还是没有。所有线索全断了，这就是一个无头案。叶玲，只有靠你在这件工作服上多做做文章，否则真的是无戏可唱。对呀，这种事儿必须得靠咱们最权威的玲姐啊。哎，你这不是做了吗？这确实是仅存的希望了。谢谢。半个月前，宋大柱那2个同伙因为盗窃进去了，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啊。化工商店我也排查了，没有任何的发现。宋阳的姥姥为了孩子的抚养权，不是去过法院吗？法院已经联系了，他们等我们去面谈呢。现在就去。好。怎么样，有门吗？你看，这是一件土黄色的卡其布工作服，3紧式的，在左上头盖的上方有2个不规则的破洞，应该是自然磨损形成的。上面这个洞的左右两侧有安全和产等字，应该是安全生产。下边缘有土形的残迹，下面这个洞的左边缘有2个点儿，都是残迹，一个在中间，一个靠左。最右端是一个竖弯勾形，印刷上去的字要是被刮掉的，那咱们那台文检仪器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复原出来。但现在问题是，连上面的纤维都已经磨损掉了。我现在只能试着用文件中的推断法了。好，宋队，有线索吗？排除了23家工厂，肯定没有这样的工作服。这是名单吗？宋阳的姥姥，她的经济能力啊，要比宋大柱强，而且宋阳啊，在宋大柱身边也学了一些坏的毛病。但是宋阳的姥姥要孩子的依据不充分，
因为宋大柱呢有抚养孩子的经济能力，因为他有5万块钱存款。当时宋阳的姥姥呢也没有提出呢宋大柱虐待孩子的有力证据。宋大柱不是酗酒成性吗？根据我国法律啊，仅凭酗酒这一条，不足以判定他无力抚养宋阳。那当时宋阳是什么态度啊？当时他的母亲离开他们以后啊，宋阳和他的父亲啊，对他姥姥家非常的憎恨。宋阳呢跟他姥姥也不亲，他也不愿去回他姥姥家。徐法官，当时开庭了吗？没有，当时是庭外调解。我们跟宋阳的姥姥秦德芬说，开庭的结果也是一样的。那他什么态度？他说呢，可以给宋大柱一笔钱，把孩子给他。宋大柱也够绝的，说我钱可以收下，人不放。秦德芬呢，给我跪下了，抓着桌子脚不走，求我做主。他说呢，宋大柱的钱呢是他给的。在这之前就已经给了5万了。秦德芬是这么说的，宋大柱答应收了5万块钱啊，就要把孩子给他。可是他一收了钱呢，就变卦了。可是又没有证据。秦德芬呢，愿意再给5万块钱，求我作证。宋大柱不干，我们只好把秦德芬这个劝走了。肯定不是他们厂的工作服，他们这的字儿间距大，根本就对不上。奥拓车的线索上来了吗？那个大爷就是想不起车牌号了。到抛尸地点必经路口的监控录像吗？从19点到次日的8点，发现尸体一共13个小时，录像带上一辆奥拓车都没有，一辆也没有。你想啊，到抛尸地点他可以钻胡同，完全可以躲避路口的探头。看来只有等叶灵的结果了。我们也不能傻等着，一个厂一个厂的查，一家也别放过。喂，你不是想知道宋大柱怎么死的吗？他不是喝酒喝死的，他是让人给害死的。对，我亲口听凶手跟我说的。那怂车现在正在我这儿呢，110我都报了。哎，千万别说我说的啊！别电脑给我看看！我老板说了，不能开机。瞧你的德行，我告诉你，我连我爸都敢杀！把电脑给我看看，不然我灭了你！你怎么骂人呢你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别惹事儿啊！老板来，赶紧出来，给我看电脑来！老板呢？出来！老板，就是他，他说他杀他爸。你胡说，你才杀你爸呢！哎，你小。这个宋阳是太猖狂了，张口跟你嚷嚷我爸是我杀的。那好，咱们就按他说的，直接报检察院。完了，陈队，我不管了，这孩子太皮实。我管。多大了你14。14岁杀人，同样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脑袋掉了，碗大的疤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如果杀人罪名成立，20年后你成不了好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坐牢。凭什么？我是未成年。如果你谋杀父亲的罪名成立，也许不会被判死刑，但肯定会被劳动教养。失去自由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杀害亲生父亲的罪名。以后不管你走到哪儿，都会有人说，就是他杀害了自己亲生父亲。你爸爸给了你生命，现在你反过来杀他，这太没人性了吧？杀害自己亲生父亲，就算是在监狱里，也是最被人看不起的，是被人唾弃的。反正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爸已经死了，你别再提他了。我爸就是喝死的，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？你们还想让他活过来啊？啊？还想让他欺负我、打我、抽我呀？我们只想让你说实话，是不是你杀害的你父亲？没有，我是想杀他，可我不敢，我没杀他。你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我们怎么相信你的话呀？我没杀，我没杀。那8号以后谁去过你家？我姥姥来过。
你把详细过程再说一遍吧。那天我放学早，我当时以为我爸在家呢，我姥姥又来跟他谈我的事儿，我就没进去。我后来经过街口的时候，看见我爸爸还跟那儿修车呢。那天是几号？9号。宋阳的姥姥嫌疑很大呀。可是动机呢？宋大柱不管是死是残，他都能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呢。宋阳没什么实话，不过最后这几句不像编的。他可能是被吓傻了，只是他自己就一点嫌疑都没有。又干什么去啊？去养狗场。我能不能把宋阳接回来？孩子的抚养权是我的呀。大妈，您的这些狗都喝酒吗？这个月的9号您进过城吗？9号是礼拜几呀？我算算啊，9号是礼拜3，我没去过。大妈，你买过甲醇吗？没有。宋阳跟他姥姥到底是谁说了谎呢？我敢肯定是他姥姥说的谎。大妈，你买过甲醇吗？没有。那2条狗的眼睛是怎么瞎的？要不咱们把它们带回来检查一下？申请搜查令，再去养狗场。是。林欢，哎，你小心点啊，别靠太近了，吸进去可以中毒。我真不想杀人。宋大柱得了肝炎，我挺高兴的。我问了问懂法律的人，人家说肝炎也不能作为把孩子判给我的依据，除非他是残疾。宋大柱已经坑了我5万块钱了，我官司也打输了，我只有这一条路了。我就是想把他眼睛弄瞎。你是怎么想起往他酒里放甲醇？在电视里看的，电视里说喝了假酒眼睛就瞎，那假酒里边不就是甲醇吗？你一直说不想弄死宋大柱，可你往酒里头放了30%的甲醇。宋大柱只要喝上2两，就等于喝了30毫升的甲醇，就会发生严重的中毒。按他平时半斤的酒量250毫升，你可以算一算，他将会摄入多少甲醇？75毫升，那是会死人的。我看你不要狡辩了。宋大柱现在一次就喝1两，1两酒毒不死他。我都在狗身上做试验了，他这是报应啊！就是那2条瞎狗，真的不想毒死他呀！
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秦德芬所放的甲醇，足以让宋大柱丧命。人家老太太这纸上不写得很清楚吗？先后用甲醇喂了7条狗，金花、银花量多了死了，土生、木生瞎了量合适，还有3条呢没事儿。这个老太太为了杀人，竟然拿狗来做实验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她之所以对狗那么残忍，正是不想杀死宋大柱，只是想让宋大柱致残，这样她就能把宋阳要回来了。这么说，你相信她是伤害致死，而不是故意杀人了？老太太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她是计算了狗的最大耐受量，再乘以宋大柱和狗的体重倍数。杀人偿命，老太太也不傻。可不管她怎么算，她肯定知道投放那么多甲醇是会致命的，那可是半斤酒啊！老太太不是说她认为宋大柱一次只喝1两白酒吗？那2条狗不是带回来了吗？如果狗是甲醇致盲的，就证明老太太做过实验。另外，如果能找到那2条被毒死的狗尸，也能说明那纸上写的是事实。哎呀，怎么会这么复杂？那究竟是什么致死了宋大柱呢？多少家单位了？都200多家了。另外，咱们市去年倒闭的3家企业也查了，工作服也对不上。改名称的企业也查了，只要是在范围内的企业，3年前的衣服都查了。把范围扩大到5年。5年。限缆。哎，咱们市里边几年前不是有一家电缆厂吗？哦，那家6年前就跟人家合资了，名称都改了。喂，宋队，哎，我是叶玲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先别问我们在哪儿，告诉我一下结果怎么样？最左端的那个字是景字，风景的景，景字的行书跟这2个点比较吻合。第一个点是景字左边那个点，还有一个点是景字竖钩的钩的残部。记一下，景，风景的景。右端的那个竖弯钩，根据它的大小，应该是鸡字或者是懒字的竖弯钩。中间那个字只能靠猜了。根据我市企业的情况，我猜应该是个电字，这样这3个字连起来就是景电机或者是景电缆。那是我市电缆厂跟瑞典公司合资之前的工作服，在6年前就已经不用了。现在这家公司已经面目全非。哎，景电机，会不会指的是电机厂？肯定不是电机厂的工作服，他们工作服是蓝色的呀。来，你再看看这个，看着像我们厂几年前的工作服，合资以后就换新的了。你们厂现在谁有奥拓车？奥拓？我们厂可没谁有。你们还有6年前全厂人员的名单吗？有。电缆厂跟外方合资以前的员工中，有3个有性犯罪的前科，1个强奸，还有1个猥亵少女，其中有1个开着奥拓车，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厂了。查 DNA，3个都查。好。狗对甲醇的反应跟人是一样的，瞎狗是甲醇致盲，这一点很明显，但中毒的量不是很大。挖出的2条死狗身上检测出的是甲醛和甲酸，这一点我们可以出具报告。哎，什么时候让我走啊？我下午还有事儿呢。该抽的都抽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时候放我走？哎，你嚷什么呢？该走的时候自然会让你走。什么意思？3号精液的 DNA 与尸体上残留的一致，这是统一鉴定报告书。侯亮，说吧。那我就说吧。哎，我想先问一下，你们是怎么知道是我杀的？怎么找着我的？他不就是一四川小保姆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四川的？对啊，他有身份证啊。当时我在劳务市场看到他，脸长得倒挺漂亮，我就跟他说，我找一个保姆。你就把他带回家了？
当时他跟我说一个人来本市的，也没什么亲戚朋友。我把他弄死了，没想到尸体让你们发现，我也够背的。我要扔远点，尸体等全烂了，谁知道他是谁呀？要按你这么说，人家小保姆的命就不是命了是吧？哎，我可没那么说啊。当时我把他骗到家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干那事儿，没想到他跟我撕吧，所以我用力大了点，他就没气了。当时你知道他已经死了吗？我没想那么多。人都死了，你还不放过？大哥，我是开车把他拉回家的，我总不能白费我的油费吧？那身份证呢？扔护城河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宋大柱摄入的甲醇量不足以致死，但是由于他的肝肾严重病变，加上摄入过量的乙醇，造成了他肝脏突然坏死，这是死亡的主因。甲醇的摄入造成了酸中毒，全身神经紊乱，加速了他的死亡过程。在他的死因中，乙醇中毒占70%，甲醇中毒占30%。就是说，如果他只服用了这些甲醇，也就是把眼睛弄瞎，不足以致命。可他当时恰恰喝了酒，正是这些酒造成了他的肝脏突然坏死，人体各机能极度衰弱，从而降低了甲醇中毒的耐受力，这才是他真正死亡的原因。其实秦德芬并不想致死宋大柱，只是他也无法控制宋大柱摄入甲醇的后果。你对我老太太用狗做实验的解释还是不信服，跟我争了半天，现在怎么样？明摆着吧，老太太投入的甲醇量不足以让宋大柱致死。不是不信服，只是致死原因的确很复杂嘛。写报告吧。帮那个孩子联系一下民政局，他需要一个监护人。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